前些日子乌军扛界碑自拍的事情一波三折，如今终于迎来了大结局。这个界碑被俄联军缴获，之前摆拍的乌军士兵更是生死不明。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我是虎妞。哈尔科夫前不久上演了一出大型连续剧《哈尔的移动界碑》。第一集是哈尔科夫的乌军士兵扛着界碑来到了俄乌边境处发视频自拍，并告诉泽连斯基自己已经将俄军赶回了边境处。这让因战事不利而喝得酩酊大醉的泽连斯基直接对他们说好样的，重重有赏。第二集则是一名哈尔科夫的乌军士兵爆料说，这群扛界碑的士兵原本是来和自己换班的，但是这群人直接拿着个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假界碑，跑到了一个没人的小树林中发自拍造假。摆拍也就算了，这群人直接就跑路了，把原本要换班休息的乌军被连续炸了5天5夜。这名被俄军炸了5天5夜的乌军士兵侥幸活了下来，指责这群人就是一群懦夫和废物，并发视频将他们的造假行为给曝光了出来。到了第3集就更加精彩了，哈尔科夫的安全局局长被泽连斯基炒鱿鱼了，而辞退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战争初期作战不利，这让这位局长十分的生气，因为在战争刚开始时他就给民众发枪，对他们进行指导训练了。比起那些被拿下的城市，这位局长做的已经十分成功了，就这样都被免职了，让他十分的不爽。于是发视频曝光了泽连斯基，说之前的扛界碑自拍完全就是一出笑话，是泽连斯基下令让这些士兵扛着界碑去摆拍的，为的只是营造一种乌军大捷的胜利假象来欺骗大家。现在这出连续剧来到了第4集，同时也是大结局了。这出连续剧中的主角移动界碑已经被俄联军给缴获了，至于那帮扛着界碑发自拍的乌军则是生死不明。不过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估计是已经全部死了，因为在这出大结局里扛界碑的是瓦格纳佣兵团。这支雇佣兵团是俄罗斯自家养的，待遇比俄军还好，在叙利亚、利比亚、中非等国参与了多次战斗，实战经验比满世界挑起战争的美军都要丰富，拥有着多项战斗技能。而前些日子有消息传来，说是乌克兰军队在顿巴斯消灭掉了瓦格纳佣兵团的一支精锐队伍。虽然不清楚这消息是真是假，但是的确是给瓦格纳佣兵团带来的不好的影响。这支佣兵团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必然会找回场子的。而这批在网上爆火的扛界碑摆拍乌军士兵，无疑就是最佳的下手对象。在第3集的时候，哈尔科夫的情报局局长称，这帮士兵拍完照片后就被追杀了。按照这个说法，估计就是这帮俄罗斯雇佣兵们在追杀他们。而据这位情报局局长得到的消息是，被打死了4人，有3人受伤，界碑也在跑路的过程中丢失了。估计是这帮士兵在跑路时扛着界碑觉得太麻烦了，直接把界碑丢地上跑路。这帮人看样子最后是没能逃脱瓦格纳佣兵团的追杀，不然这帮乌军死里逃生，估计又会发视频说在俄联军的猛烈进攻下活了下来。泽连斯基别说重赏了，直接御驾亲征哈尔科夫，亲自给这些士兵颁个奖章都不是问题。不过泽连斯基虽然很想给这帮英雄们颁奖，但现在也没机会了，因为这帮士兵的尸体现在不知道在哪儿躺着的，或者是被俄军收集起来用来做战俘交换。不知道到时候的泽连斯基还能不能认出来扛界碑的到底是哪几个士兵，给他们来个风光大葬。如今这出扛界碑的大型连续剧终于可以宣告结束了，只不过这个结局让泽连斯基这个导演有些失望，没有按照自己想要的结果结束。不知道扛界碑摆拍这事儿以后还会不会有续集？要虎妞来说，接下来会怎么发展，那可就要看泽连斯基这位总导演怎样决定了。如果说经费不足了，不能拍续集了，那这就是大结局了。如果说北约的军费转过来了，那么这只是第1季，马上第2季移动界碑估计很快就来了。